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Coach。今集嘅題目係求職之中最重要嘅環節，就係拆解履歷追蹤系統 ATS。你好辛苦經營嘅求職信同埋履歷，好大程度上邊咧，好多時候係石沉大海噶。原因係根本冇被真人去睇到，而係死喺呢啲 ATS 電腦化嘅篩選程序手上。所以今集對於每一位求職嘅人嚟講，都係必須嘅認知。如果仲未訂閱 Coach 教育頻道嘅話，請你即刻訂閱，按埋下邊嗰個鐘仔，咁就可以第一時間接收我哋新片嘅信息啦。更加希望觀眾能夠留言讚好，支持呢個頻道嘅持續增長。多謝大家。ATS Applicant Tracking Systems 係常用嘅履歷檢視系統，佢係根據一啲關鍵詞同埋格式掃描，並且將履歷去排名，因此掌握 ATS 就能夠確保你嘅履歷被傳到去招聘部作為最後階段嘅考核。呢個係揾工過程之中好重要嘅技巧嚟㗎。ATS Applicant Tracking System 超過90% 嘅大公司都係採用呢啲追蹤系統嚟到管理大量嘅申請㗎。其實中型嘅公司亦都係有80% 左右採用 ATS 嘅。佢哋嘅優點在於有效率 efficiency， 單一嘅職位可能有幾百甚至上千以上嘅申請， ATS 能夠幫公司好有效咁管理呢啲數量，減少最初篩選嘅時候所花上嘅人力同埋時間。你唔好睇少，因為實在係揾工難。Coach 屋企人申請一份大學嘅 co-op 已經有超過700人申請嘅。第二係一致性 consistency， 佢能夠確保所有申請都係以相同嘅方式處理，因為佢嘅篩選過程係基於候選人同職位描述相關嘅資格。第三係規範化 compliance， 篩選追蹤所有採取嘅行動都係幫助到公司遵守合乎非歧視性嘅做法，因為如果初步用人手嘅話，就唔能夠好似機器咁客觀啦。咁過程係點樣呢？僱主首先係上傳你嘅履歷去到 ATS 嘅 system， 第二就係掃描同埋拆解分析，第三匹配一啲關鍵字 keyword， 第四 ATS 就會將收到嘅履歷去排名同埋過濾，第五即係經過所有嘅篩選，呢個最後階段你嘅履歷先至會被第一次透過招聘經理係人手去睇嘅。即係話如果你唔符合 ATS 篩選嘅格式根本你呈交嘅履歷係從來都唔會俾真人睇到㗎。究竟一個履歷點樣先至算係 ATS 友善呢？有邊啲關鍵嘅要素呢？第一係文件嘅格式，最安全就係 Word 純文字，即係 text file 就係一定可以睇到嘅。PDF 就係間中未能夠被正確咁閱讀嘅。第二就係個字體同埋排版啦，只係用標準嘅字型，即係最常見 Arial、Times 呢啲字體係要10至到12，通常嘅弊病就係字體太少。第三，用一啲 section heading 嘅標題要粗體，格式係要有一致性。講起上嚟就好簡單，人人都明白，但係 Coach 見過好多履歷嘅標題同埋格式都係又複雜又混亂，好難明白㗎。第四就係工作經驗啦，按時間係倒序式排列，公司同埋日期要清楚，職位名稱同埋角色瞄準要準確，而且唔好太長。Coach 發現好多履歷往往係失敗於嗰個關鍵字嘅策略性使用，一啲 keywords。咩叫關鍵字策略性使用呢？第一就係辨別到邊一啲係關鍵字，例如分析職位嘅描述啦，行業特定嘅術語，或者有相關專業上用到嘅一啲軟件或者工具，咁你就必須要列明自己擁有呢啲工具嘅技術啦。
第二，好好咁樣納入啲關鍵字喺你嘅履歷裏邊。每份工咧都需要度身訂製你嘅履歷噶，喺履歷之中順應上文下理，使用到關鍵字，尤其是喺技能 skills 部分。另外喺專業總結 professional summary 同埋工作經歷 work experience， 亦都係採用適當嘅關鍵字，因為掃描過程係尋找關鍵字嘅。第三係平衡咁使用關鍵字嘅頻率，謹慎使用一啲同義詞，因為有啲 ATS 係好狹窄咁樣去預定一啲關鍵字嚟到匹配，佢忽略咗同義詞嘅，所以最安全嘅做法就係包括整個嘅字同埋縮寫，即係話如果一啲專有嘅名詞係全個寫咗，跟住用括號將縮寫列出。有啲咩係需要避免嘅常見陷阱呢？第一係一啲非標準化嘅文件格式，例如你用咗 JPEG 咁樣咧，就係未能夠被 ATS 準確咁掃描噶啦。第二就係關鍵字太過堆砌重複，以致咧根本就唔達意嘅。第三，採用咗非常規嘅標題，偏離咗 ATS 要搜索嘅字，例如傳統嘅標題咧會係 work experience、education 呢一啲。第四係採用啲太富有創意或者啲美化咗嘅格式，佢哋係未能夠被 ATS 準確咁掃描噶。第五就係忽略咗一啲軟技能 soft skills， 例如領導才能啊、人際關係等等。第六，忽視咗基礎用語水平，例如拼寫啦同埋文法錯誤，或者用一啲太過複雜嘅措辭或者術語啲 jargon 啊。以下落嚟同你分享一下能夠助你脫穎而出嘅高階啲嘅技巧啊！第一，凸顯一啲可量化嘅成就，你一定要舉例，你增加咗或者俾咗公司一啲咩好嘅嘢。第二就係用一個問題解決方案結果咁樣嘅方法，我哋話係 problem solution result。第二係好好利用你嘅專業網絡，同埋用行內嘅術語同埋行業嘅知識，等人知道你係有一個經驗同埋一個豐富嘅認識。第三係你所採用嘅語句，同埋有冇用到一啲 action verbs， 因為用 action verb 咧可以更加展現到積極同埋主動，用一個好生動嘅方式去描述舉例說明。第四，持續學習同埋認證，要將你最新獲取嘅資格同埋一啲熟悉企業文化嘅資歷表達出嚟。有一個方法咧，就可以根據到 ATS 測試，模擬去睇下你嘅簡歷究竟合唔合規格嘅。喺遞交履歷之前呢，你自己可以用下一啲 ATS 模擬工具嘅。今日為你介紹有3個，咁大家咧就自己去搜集啦。第一個係 JobScan， 第二個係 Resume Worded， 第三係 SkillSinger。用呢啲軟件測試你履歷嘅步驟就係：第一，選擇職位嘅說明 Job Description；第二，透過呢個工具咧測試你嘅簡歷，咁你就要上載你嘅履歷嘅；第三，佢分析咗之後就會俾你一個嘅評價啦；第四，將自己嘅履歷根據你嘅弱點去修輯；第五，你就可以重複再測試呢個過程，睇下仲有冇一啲要改進嘅地方。我哋究竟點樣可以超越你嘅 ATS 呢？因為 ATS 篩選之後呢，下一步呢就係人工審查。究竟我哋可以做啲咩準備呢？準備真人審核過程呢，就係第一，要凸顯重點成就 Key Achievements；第二係為申請職位度身訂製裏邊嘅內容；第三，你個格式係要專業化。第四，要強調一啲軟技能，因為佢公司請你必須具備一啲人際技巧同埋解決問題嘅技能㗎。最後一個呢，就比較特別，我哋叫做 additional element， 即係一啲附加嘅一啲元素，就係話任何適切嘅附加文件或者資料。關於呢一點呢，有一個個人真實故事 coach 想同大家分享下㗎。
Coach 博士畢業後申請香港嘅一份教職，由於人所共知香港嘅 Assistant Professor 入息可能係全球最高嘅，所以永遠都係競爭最激烈。我喺度諗，佢哋其中一個篩選嘅重點就要知道邊個喺教學方面能夠勝任，於是我就自動交咗一份全個學期完整嘅 course outline，包括每一堂教授嘅內容、教材同埋參考資料、學生嘅功課內容等等。或許有啲人覺得乜你咁蝕底㗎，將100小時以上嘅心血白白呈交，但我認為知識係冇辦法會被人搶奪到㗎，最緊要係機會嚟到嘅時候盡力去爭取。結果我幸運咁被取錄，我深信呢一份 additional element 呢係冇白費嘅。希望今集拆解申請人履歷追蹤系統 ATS 能夠幫助大家掌握求職一個可謂最重要又常被忽略嘅環節。如果大家仲未訂閱 Coach 教育頻道嘅話，請你按訂閱，並且按下面嗰個鐘仔，可以第一時間接收到我哋有新片出嘅訊息。更加歡迎大家留言讚好，分享俾朋友，支持呢個頻道嘅持續增長。多謝你。